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在之前的影片中，我跟大家讲过之后的领袖统帅有可能是野战统帅吗？没有想到真的来了，统帅爆料，新一代 buff 升降，全新领袖统帅斐利二世来了。这个就是新统帅的样貌啦。这位统帅其实也是来自希腊的。我的天啊，希腊跟罗马的统帅实在是太多了。或许有一些玩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没关系，我给大家一个比较辨认的方法，就是他就是亚历山大的爸爸。之前出现了理查的妈妈，现在出现了亚历山大的爸爸，所以才会看到这个新统帅的设计呢，也是手上拿着一个圆盾。并且这位统帅是以狮子作为代表的，他的天赋是领袖、通用、辅助。没错，不再是驻防或者是集结了。在以往的领袖统帅大多数都是驻防，而且官方之前有讲过，之后推出的领袖统帅都是以驻防为主。所以这一次领袖野战的回归，希望不要让我们太过失望。我们先了解他的技能。首先他第一个技能就已经是有 AOE 了，怒气要求还是1000点，接下来的2秒内使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友方或己方部队，对自身部队的效果为2倍，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10%， 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 20%。 那老实说，如果是以他这里的技能提升来看呢，照理来说应该要做主将才对。除了可以提升自身的队伍之外，还可以提升其他的队伍。但是我在前面就跟大家讲过了，他的天赋是领袖、通用、辅助，通用技能是在全部技能里面最废的。虽然辅助技能释放技能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它没有多少的伤害。再加上现在统帅释放技能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就算是让斐利二世做主将也好，也有可能他没有办法来得及 buff， 其他统帅就已经释放技能了。不过如果是针对自己的队伍，斐利二世是在接下来2秒内会有这个效果，其实副将是可以吃到这个效果的。但也就等同于说，如果斐利二世做主将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先打出伤害的，他只是提升 buff 而已。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接着看其他的技能。第二个技能雨露均沾，全部兵种都有提升，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 35%， 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 35%， 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 35%， 行军速度提升 20%。所以严格来讲，搭配工兵会比较合适一点因为最好的提升都已经丢在工兵上面了，生命值提升。反而另外2个攻击力还有防御力呢都不太适合。 OK， 假设说他把防御力给骑兵的话，其实会比较好一点，攻击力给工兵，然后步兵拿生命值可能会比较好。我这个3维分配是根据兵种的装备来分配的，不过这边的提升已经算是蛮高了，虽然不是最高啦，最高是有 40% 的提升， 35% 其实也算是不错了。不过如果它可以一个兵种提升2个，比方说攻击力加生命值，或者是生命值加防御力之类的，效果可能会更加好。第3个技能，率领2种及以上不同兵种时，行军速度提升 15%，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15%， 仅率领1种兵种时，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30%。 那其实策划设计这个统帅的时候有一点矛盾啊，你看啊，他第2个技能的时候就要求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才会有提升3维，但是突然之间这边又要求我们携带2种不同的兵种以上时，通常我们会携带2种不同兵种的时候都是在驻防，在野战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携带2种不同的兵种以上了。而且我看了他后面的一些技能呢，其实也是针对野战的，所以我不确定官方这个是想要我们怎样，又或者这个技能可能是一种预告呢，可能之后推出的领袖统帅也是这样子，又或者我们要搭配旧的领袖统帅使用呢。但携带2个兵种的提升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啦，因为它这边有行军速度提升 15% 嘛，其实在第2个技能的时候都已经提升 12% 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个统帅它就算是搭配其他统帅来说呢，行军速度也不会太慢，只是你搭配起来会更快而已。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15%， 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可以让我们部队变得更加硬，生存率更高，但是换来的就是变成我们所有伤害提升 30%， 如果携带一个兵种的话。各位也知道现在我们的 KVK 战场就是以输出为主的时代，只要你能够打出更高的伤害，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给杀死，比起所有伤害降低效率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各位要记得是提升 30% 的所有伤害。虽然这位统帅没有输出，但是他这里的提升可以帮助到他的主将或者是副将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第4个技能，进攻野外部队时，每次基础攻击有 10% 的概率对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直接伤害，伤害系数800哦，原来它是有直接伤害的，不过是躲在后面。而且它这个是 AOE 3个目标哦，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 15%， 并降低部队10点的怒气，冷却时间3秒。但是它这个触发条件有一点难了，每次基础攻击 10% 的概率才会造成。
虽然他这里的 debuff 也算是不错的，但是有冷却时间3秒。假设他这个技能如果涉及到像朗纳尔这样子受到攻击的时候也是有概率触发，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过如果真的设计成那样子的话，触发概率应该会蛮高的。所以像官方这一次设计成基础攻击有概率才会触发，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不会依赖他这个技能啊，因为3个目标才800的伤害系数。老实说，这个系数是真的非常低，不是很低，是非常低。所以主要还是依赖他的 debuff 而已，降低命中部队100点的怒气，而且各位要记得是降低命中部队，就是打到的目标。所以像他这样子有圆形范围3个目标，其实是很容易命中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第4技能其实不算太差。最后觉醒技能，该统帅释放主动技能之后，自身部队有 40% 的概率可以再次释放该统帅的主动技能。 OK，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他这里所说的该统帅应该是说斐利二世自己本人而已。下一个部分是讲搭配斐利二世的统帅的搭档统帅释放主动技能之后，自身部队有 20% 的概率再次释放搭档统帅技能，每7秒最多触发1次。哇哦 OK， 这边是已经弥补了这位统帅没有多少输出的问题。那老实说，我个人觉得他的觉醒技能设计的还蛮不错的。OK，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他自己的时候，有 40% 的概率可以释放他自己，也就是斐利二世的技能。这个部分就弥补了当斐利二世作为副将的时候，他的技能也就是 buff 没有办法提升到主将的问题。但如果凑巧刚好触发的时候，下一个回合或者是下2个回合就轮到主将释放技能的时候，那斐利二世的主动技能 buff 就有办法 cover 到主将的，也就是说可以帮主将提升 20% 的所有伤害。而且像他的觉醒技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也有办法可以再触发斐利二世的搭档的主动技能，就等于说覆盖的可能性其实还蛮高的。这个时候我在想着，如果这位统帅拿去搭配贞德的话，效果会怎么样？因为像贞德他本身就有再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效果了，如果受到斐利二世的觉醒技能影响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他可以一直无限的释放主动技能啊？当然这个只是假设而已啊，因为贞德的主动技能触发也是有一个冷却时间的，我们现在也只是做个假设而已。而且他是领袖统帅，其实他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兵种，不管是骑兵、步兵、工兵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兵种，比方说诸葛亮、朗纳尔、刘彻、霍去病等等。如果想要使用斐利二世作为驻防统帅，其实也是可以，但是第2技能没有办法使用，其他的技能还是可以使用的。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野战使用。还有就是我刚刚忘记提到的一点啊，就是他的觉醒技能不是可以有概率触发自己的主动技能吗？他的主动技能除了是提升自己部队之外，还可以提升自身其他的部队，包括自己在内总共5个友方部队。说实话，他的 buff 效果是不容小觑的。最后给大家演示一下他的主动技能特效。虽然他的主动技能只有 buff 提升而已，不过这边可以看到有造成伤害，我推测这个伤害应该是他那个圆形范围 AoE 打出去的伤害。毕竟像官方所演示的这个画面呢，它是没有搭配其他统帅的，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第4技能。不过说实话，他这个技能也是蛮酷炫的啦。不过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位统帅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获得，如果是通过 MG 获得的话这样子就很难了。不过有可能我会去觉醒这位统帅，如果我可以拿到的话。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斐利二世的技能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